今天我们再度踏上犹他州，要前往一个我向往已久的神秘地方——纪念碑谷。这里处于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交界处，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地带。一眼望去，许多造型特殊的巨石耸立其中，就像一座座的纪念碑般。这里也是美国西部的重要象征之一。我们住的饭店叫 The View， 就在那个纪念碑谷是在里面的饭店，可以完全看得到日落日出，价格相对的也不便宜。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值回票价，拍到美丽的星空。还不错呢。对啊，这就是我们住饭店从阳台看出去的景，就可以直接看到纪念碑谷的全貌了。东手套山、西手套山都有，然后晚上会有星空。晚上我们再来拍星空，然后早上会有日出哦。早上6点有日出。其实从游客中心的观景台便可清楚看到纪念碑谷的著名3地标，而前方的道路便是必访的17里环状景观大道。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参加导览团。这次我们报名了3小时的日落景观团，可以更深入进到一般游客无法到达的景点。纪念碑谷是美国最大的印第安保留地，又称为纳瓦霍族保留地，而纪念碑谷翻成纳瓦霍语，意即岩石之谷的意思。在这一片荒漠谷地上，由砂岩孤峰和平台所构成的景象，便是美国最具标志性的地理景观之一。这里是著名的约翰福特景点。其实纪念碑谷的场景曾经出现在多部影视作品中，早期以知名导演约翰福特执导和荧幕牛仔硬汉约翰韦恩主演的多部早期西部片闻名于世，也因此纪念碑谷成了全世界摄影爱好者争相到访的拍摄圣地。悬崖边有人在骑着马拍照，很帅哦。纪念碑谷属于科罗拉多高原的一部分，早在人类出现前就存在了。山谷呈现出的鲜艳红色，则来自铁氧化物从风化的砂岩中暴露而来。接着，导游带我们参观了纳瓦霍部落的传统土造屋，又称为纳马霍 Hogan。纳瓦霍传统土造屋分为男女2种。我们参观的是圆拱屋顶的女性帐篷，是一般日常生活和睡觉的地方；而呈现圆锥形的男性帐篷，则是宗教和私人聚会的场所。屋顶中央的开口代表天空，是像烟囱般的一个小洞，透过这种方式，把泥土和天空当作家庭的一部分。除了介绍纳瓦霍的传统民俗和日常起居生活，还会讲解传统的编织技巧及贩卖维持生计的手工饰品，
接下来的行程，我们便要进入到自驾无法参观的区域，这里一定要有专业导游带领，才能继续走访这一座自然的殿堂。首先来到的是 Big Hogan， 正因为它的顶部有个天然的洞，就像刚刚参观过的传统土造屋顶般，因而得名。这里也很像一座大型的圆形剧场，很多导游喜欢在这里唱歌、打鼓或吹双头笛。我们非常幸运的在这里欣赏到了优美的笛声。欣赏完传统乐器演奏，我们继续踏上旅程，来到了下一个著名景点。叫做太阳之眼，就像人的眼睛一样。现在在太阳之眼的旁边啊，我们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纳瓦霍族先民留下来的壁画。你看这边有羊，然后羊下面有火，然后这个可能是在表达一种祭祀的过程吧。因为这边大部分画的都是羊啊，所以可能因为当时这边的羊是主要狩猎跟食物的来源吧。就在我们抵达最后一个景点的同时，刚好遇上了夕阳的角度从风之耳的一角照射进来，也让我们意外地捕捉到了难得一见的画面。在夕阳余晖的伴随下，我们也即将结束今天的导览行程。哇，这个光超美的啦！这个光超美的啦！当天晚上，我们也在饭店阳台拍到了美丽的满天星斗。
我们在路边发现一个超大的捕梦网捕梦网啊，是原住民的传统手工艺品，它可以用来祈求平安，也可以带来好运啊，也可以驱除噩梦。接着，我们要前往纪念碑谷附近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卡热点。纪念碑谷曾经有多部电影在这里取景，其中最有名的片段便是即将出现在眼前的这一幕。没错，这里就是电影《阿甘正传》的拍摄地。阿甘在电影里因为被珍妮甩了，意志消沉，便决定展开漫长的跑步之行。然后在163号公路上，阿甘竟然在这里停了下来。当众人以为他顿悟了什么道理之时，没想到他竟然说了一句 "I wanna go home"， 然后便结束长达3年的长跑。这一趟旅行的终点，我们来到了四角落州纪念处。这里是全美国唯一一个4州交界点，因此这个区域也被称为四角落。四角落这边有4个州地线在这边交界，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跟犹他州，所以4个州旗也都在上面。四角落州纪念处位于美国科罗拉多高原的西部，是由纳瓦霍族收费经营维护管理。除了标记4个州的交界点外，同时也标记了纳瓦霍族和尤特山尤特族2个印第安原住民半自治保留区的边界。1912年刚成立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水泥板，历经2次重建才有现今的样貌。非常多的游客争相排队，就是为了见证横跨4州的霸气。科罗拉多的另外一面就是新墨西哥州啦。我们刚刚从四角落离开，所以这边是新墨西哥州、犹他、亚利桑那还有科罗拉多的交界。我们在四角落的旁边有一个纳瓦霍国的纪念碑，然后你看啊，就在它的旁边的不远的地方，马上又有一个新墨西哥州的州界牌这就是四角落有趣的地方，只要开一小段的距离就可以到交界处了。